苍天啊！传说3天，我一个堂堂现代米其林3星主妇，居然成了这九幽宫最底层的烧火丫头。今天这千秋仙宴，满天神佛都在，而我就是那个随时可能被背过的炮灰。江环，还愣着干什么？帝君面前的菜空了，还不赶紧把你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端上去！清雪仙子，明明是你自己把主菜极品玉露羹给煮糊了，怕被帝君责罚，凭什么让我去禀报？就凭我是正牌仙厨，你是个学徒，你要是不去，我明天就停了你下个月的临时俸劳，把你赶去南天门扫大街！快去！该死的职场霸凌！全天庭都知道九幽帝君霍林是个严重的厌食症患者，脾气比茅坑里的石头还硬，动不动就砍人。我这端盘炒土豆上去，还不得被他一巴掌扇不扇凡间去挖煤？这便是今日御膳司准备的千秋主菜，为何迟迟不上？回禀帝君，小仙本准备了极品玉露羹，可这学徒江环非说他研制了新菜式，一定要献帝君。若是不合胃口，全怪他擅作主张，与小仙无关啊！完了，这小仙姑要倒大霉了。帝君最厌恶不懂规矩的人。上次那个上错菜的，被罚去天河洗了1000年的盘子啊！完了！这冷面煞伯连魔界大军都能一掌拍碎，我这小身板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小仙知错，江环，小仙这就把菜撤下去。下去！撤！你们这群废物，除了会煮那些没味道的破草，还会干什么？本座1000年没吃过1亿顿带油水的饱饭了，本座现在饿的能啃下南天门的柱子。你盘子里那金黄酥脆、散发着奇异香气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快给本座端上来啊！这是谁在说话？帝君！高冷如高岭之花的3界战神，这里居然是个暴躁干饭人！我幻听了，还不退下！退呀！你别退呀！本座那是为了维持帝君的威严才这么说的，你快点端上来！你要是敢端走，本座今晚就把天庭所有神仙的头发都薅秃。天晴了，雨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放肆！土豆这种低等食材，如何能上千秋宴？江环，你是想辱没帝君的尊吗？来人，把他拖下去！聒噪！帝君息怒，小仙多嘴。尚可。太好吃了！这是什么神仙味道？外皮酥脆的像在舌尖上跳舞，里面绵软爆汁，自然的狂野混合着碳水的甜美。本座活了1万年，终于吃到阳间的东西了。不够，那一整盘都是本座的，谁也别想抢！这哥们儿也太能装了吧！奥斯卡欠你一个小金人啊，老板。帝君若是觉得尚可，小仙这里还有一盘，专门为您留着。御膳司的人听着，老奴在。这个叫清雪的，意图欺瞒本座，即日起罚扣300年灵石俸禄，革除仙厨之职。
帝君饶命啊！帝君饶命！小仙再也不敢了。拖下去。至于你，江环，这小土豆甚合本座心意。从明日起，你搬进九幽宫偏殿，做本座的御用灵厨。小仙谢帝君恩典，包你以后顿顿吃香喝辣。退下吧。哼，算这小丫头识相。看在这顿土豆的面子上，以后九重天本座罩着她。不过她刚才笑得那么开心，莫不是暗恋本座？唉，本座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呀！不是大哥，你这自我攻略的速度是不是有点超速了？我只是想抱大腿保住铁饭碗。半夜3更，偏殿为何不熄灯？帝君，这么晚了，您怎么屈尊来偏殿了？本座见这偏殿火光冲天，以为进了魔族4口。九幽宫夜里太黑，本座例行巡视吧。这是什么绝世美味？本座在正殿饿得直挠墙，眼珠子都饿绿了。快给本座吃一口，就吃一口。但是本座是3界战神，怎么能开口要一个员工的夜宵？帝王威严还要不要啦？大哥，九幽宫外头枪了800颗南海夜明珠，亮得跟白天一样。你跟我说黑，想吃就直说啊喂！帝君日理万机，深夜巡视实在是辛苦。小仙刚研制一道新菜，名为黄金炸酥鸡，请帝君顺便试个菜。比白天那个小土豆还要好吃10000倍。本座要把这盘鸡直接连盘子吞下去。帝君，吃油炸食品难免口干，这是小仙用灵泉水和特殊香草调配的冰镇快乐水，您配着喝解腻。这黑乎乎的液体，你确定这不是炼丹炉里榨出来的废液？帝君放心，这是小仙家乡的特色饮品，您尝一口就知道了。味道有些古怪，这气泡在舌尖炸裂，哼，有些扎嘴。江环，你今日的试菜勉强合格。身为首席灵厨，随时为本座分忧，是你分内之事。是，帝君教训的是。那帝君您现在巡视完了，是不是该回正殿歇息了？本座突然觉得，这偏殿的风水极佳，有助于本座稳固境界。今夜，本座就在这偏殿外间的榻上打坐了。帝君，您千金之躯，睡员工宿舍的偏殿外间。怎么？九幽宫是本座的，本座想睡哪里，还要经过你同意？小仙不敢，您就是睡房梁上，小仙都没意见。他居然想赶本座走，欲擒故纵。他大半夜故意做这么香的东西引诱本座过来，现在又假装赶本座走。哼，女人，
你的那些小心思，本座早就看穿了。他一定爱惨了本座。也罢，看在他厨艺这么好的份上，本座今夜就满足他，陪陪他好了。救命啊！这暴君到底脑补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剧情？我真的只是一条只想混吃等死的打工人咸鱼啊！老板，你清醒一点啊！喂，苍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看他昨晚睡在硬榻上，早上特意用上古灵禽的蛋，拿某宝9块9包邮的模具，给他煎了一个焦香金黄的心形流心蛋，想给大老板一点陈谦的小温暖。这暴君怎么突然就浑身灵气暴走了？难道天庭对煎蛋的形状也有规章制度要求？江环，你好大的胆子！帝君息怒，小仙只是随手一煎，若是这形状冒犯了您的天威，小仙这就把它端出去喂哮天犬。慢着，谁准你拿去喂狗的？他给本座做了一颗心，他居然把他的真心端给本座看了，这不就是凡间话本里写的将一颗真心抛于你吗？果然爱惨了本座。他怎么能这么直接？本座是3界战神，3界战神，本座该怎么回应他？可恶，火灵，你必须稳住，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现在连以后你们的孩子上哪个仙府都想好了。帝居的意思是，本座问你，在九幽宫擅自把食物做成这种形状，究竟是何居心？居心？我只是个想讨好老板、保住五险一金和铁饭碗的卑微打工人啊！回禀帝君，小仙的意思是，小仙对伺候帝君这项崇高伟大的功业充满了12万分的真心。小仙愿为九幽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哼，花言巧语。你这女子，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谁允许你对本座抱有这种非分之想的？非分之想？大哥，你到底脑补了多少出8点档狗血偶像剧啊？这就是个煎蛋啊！是小仙考虑治和会不周，小仙这就把这颗居心不良的蛋吃进肚子里，绝不脏了帝君的眼睛。放肆！既然是你献给本座的心意，送出来了，哪有收回去的道理？本座好不容易才收到的第一份定情信物。本座今日便勉为其难，替你尝尝这东西到底有多粗陋。火候过大，外皮微焦，蛋液过稠，这浓郁的味道，就像他对本座的爱一样炙热浓烈。本座吃了他的心，本座就要对他的一生负责了。他表面评价的一无是处，可这眨眼功夫，连盘子里的5葱花都被他舔干净了。江环，小仙在，你的心意，本座勉强收下了。本座身为3界至尊，从不白女别人的东西。这枚九幽星辰髓，乃是上古鸿蒙灵脉所化，
全三界仅此一颗。本座随身温养了万年，今日便赐予你了。九幽星辰髓，原著里那个配个佩戴者能百异常不侵，灵力翻倍，价值相当于半个天庭财政预算的顶级神器。我只是做了一个成本不到3文钱的煎蛋，老板直接给我砸了一套2环内带院子的大平衡，这什么神仙老板？我爱上班，煎蛋，我爱打工。多谢帝君厚赏。小仙一定天天把他挂在心口，把他当祖宗一样供奉。小仙对帝君的敬仰与忠诚，如天河之水，连绵不绝。听到了吗？他说要挂在心口，他还要对本座连绵不绝。他果然懂这星辰髓是历代九幽帝后才能佩戴的信物。既然他如此死心塌地，那本座日后便多宠他一些好了。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实习生！你居然敢私自克扣御膳司进贡的极品9天灵禽蛋！赵总管，那些灵材明明是御膳司按例分配给九幽宫的配额。配额？你一个刚转正的粗使丫头，也配动用这等极品灵材？我看你就是手脚不干净，重宝私囊。来人，把这个手脚不干净的丫头给我押回御膳司，派回御膳司，重罚3年灵石俸禄，通报全天庭批评。赵总管，你好大的威风啊！帝君，老奴眼瞎，老奴不知帝君在此，老奴该死。姜环是本座亲自任命的，御用首席灵厨，他用什么食材都是本座特许的，公然霸凌本座的首席灵厨，是觉得本座提不动短反了，还是觉得这九幽宫改姓赵了？帝君息怒，老奴知罪，帝君宽恕老奴这一回吧，老奴是一时失察呀。膳司总管赵有德目无尊卑，恶意打压优秀统领，撤销其总管之职，罚扣500年全部灵石俸禄，立刻滚！谢帝君不杀之恩，老奴这就去天河洗盘子，老奴这就去。哇塞，这也太帅了吧！降职、罚款、发配洗盘子一条龙。这种护短又多金的大老板，上哪儿找去啊？为老板煎蛋，一辈子我都愿意。完了，他看本座的眼神已经拉丝了，他现在一定感动得恨不得立刻对本座以身相许吧？不行，本座要矜持，得等他主动开口表白才行。看什么看？还不快去准备午膳！若是午膳不合胃口，本座就罚你给本座一辈子的饭。得令，保证让帝君满意。赵总管刚去天河洗盘子，这帮人就敢克扣九幽宫的高级灵肉了，拿这玩意儿给帝君吃，还是会把我当成刺客直接开除的吧？哎呦，江首席，真是不好意思，这几日天庭物资短缺，各宫各殿都在缩减开支。这可是咱们御膳司好不容易为您九幽宫挤出来的极品食材，您可千万别嫌弃啊！
钱副总管，你管这没洗干净的大肠和干瘪的菜篾子叫极品食材？你当我是第一天上班的瞎子吗？江首席，您这就误会了。您虽然受帝君提拔，但说到底不过是个厨娘。这御膳司的食材调配，那得按天庭的绩效考核规章制度来。您要是做不出来，这御膳司首席的职位，您恐怕也坐不稳。还不如早点引咎辞职。是闹着玩的。想拿猪下水边河调料，难为我一个现代米其林厨师。你怕是不知道什么叫卤煮肥肠和仙界爆辣麻辣烫吧？今天老娘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化腐朽为神奇。行啊，把东西放下，你现在就可以滚了。记住，今晚我要是做出了惊天动地的美味，你可别在门外馋得流口水。哼，那老奴就拭目以待了，看江首席怎么把这些垃圾变成宝贝。我们走。面粉加粗盐，给我狠狠地揉搓着鲜灵猪大肠，去除腥味，保留灵魂。边角料骨头砸碎，加入秘制香辛料，大火熬制3个时辰，调出那一口浓郁醇厚的奶白高汤。本座要立刻去没收他的夜宵，全部没收。江环，这大半夜的，你又在弄什么乌烟瘴气的东西？回禀帝君，小仙今日用御膳司送来的极品食材，做了一碗仙界至尊爆辣麻辣烫。既然你做都做出来了，浪费可吃，本座就勉为其难替你消灭它吧。这是什么绝世美味？这猪下水居然没有半点腥臭，反而软糯 Q 弹，里面饱含着红油的麻辣和骨汤的浓郁。这一口咬下去，灵魂都跟着升华了，太爽了，太刺激了！这东西尚可，尚可，好了。这就叫麻辣烫的魅力，没有一个碳水星人能拒绝。一份吸满汤汁的炸面筋和肥肠。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变得这么香？滚进来！老奴叩见帝君，老奴只是路过，只是路过。帝君，钱副总管可是个好人呢。他说天庭物资紧缺，把全天宫最好的大肠和菜叶子都送给您了。小仙为了不辜负钱副总管的一番美意，可是足足熬了3个时辰呢。原来他是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帮该死的奴才居然拿这些垃圾给他穿小鞋。可是他宁愿自己受尽委屈，硬生生把垃圾变成了绝世美味，也舍不得让本座饿肚子。他对本座的爱已经卑微到尘埃里，甚至能开出麻辣烫的花来了。本座绝不能让他再受半点委屈。以权谋私克扣本座首席灵厨的食材，此乃严重的职场违纪。即日起，罚扣你1000年全部俸禄。立刻发派天河尽头的天马圈，给天马扫1000年粪款。没有本座的批改，永不录用。帝君饶命啊！帝君，老奴再也不敢了。江环，以后若是谁再敢在食材上克扣你半点，你直接报本座的名讳。本座的九幽宫养得起你。多谢老板护短，老板大气，老板放心，只要您一句话，小仙明天就把天庭御膳司的库房给您搬空。再去给本座下2份这什么肥肠，本座还没吃饱。他刚才笑得好甜，他一定是被本座霸气护妻的英姿彻底迷倒了。他还说要帮本座搬空库房，这就是凡间夫妻说的夫唱妇随，共同财产吧？这便是霍林那小子最近藏在宫里，迷得他连早朝都不上的小厨娘。小仙江环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万福金安。身上一股子凡俗的劣质烟火气，这等粗鄙之人怎配待在九幽宫？听闻你最近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下水杂碎糊弄帝君，可有此事？哎呦喂，原来是天庭出了名的挑剔贵妇大龄单身女常人帝君的亲姑姑来查岗了。对付这种更年期贵妇，讲道理是没用的，必须上高糖碳水。长公主殿下日理万机，定是听信了外面那些小人的谗言。小仙这几日闭门不出，正在研制一款专门进献给殿下您的九幽驻颜特饮，刚做好您就来了，这可真是缘分呐。
你少拿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讨好本宫。殿下，这叫芋泥波波鲜奶茶，是用上古雪山灵牛乳搭配研磨了749次的极品紫灵玉，再早已能美容养颜的琥珀珍珠制成。您不仅能喝到茶香与奶香的完美融合，还能嚼到软糯 Q 弹的波波，保证您喝了之后皮肤吹弹可破，心情好的能飞上9重天。美容养颜，本宫就勉为其难尝一小口。我的老天鹅，这是什么绝世神仙水？后的奶香，这绵密的紫灵玉，还有底部那些嚼劲十足、甜滋滋的珠子，本宫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3000岁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穆娘娘蟠桃宴上的仙酿，好喝10000倍啊！本宫要每天都喝。这东西味道确实有那么一丝丝独特，你这丫头手艺倒是勉强能入本宫的眼。殿下您真是品味绝佳。小仙跟您说啊，这奶茶还能加红豆、椰果，您要是喜欢，小仙每天变着花样给您做。而且小仙看殿下您今日这口脂的颜色，简直是衬得您肌肤胜雪，比那凌霄殿前的仙帕还要娇艳3分呢。哎呦，你这小嘴可真甜，本宫这口汁可是南海进进的，教人猪粉调的。你若是喜欢，本宫明日就让人送2盒到你偏殿来。你这奶茶配方能不能教本宫宫里的仙娥啊？那必须能啊！殿下想要，小仙连夜把 SOP 流程图给您画出来。姑母，您今日倒是好雅兴，跑到本座的九幽宫来抢人了。灵儿啊，姑母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你这九幽宫的伙食。这小丫头手艺极好，脾气也对本宫的胃口。本宫打算向你讨了去本宫的宫里做个首席。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江环是本座的，他是本座一个人的，谁也别想把他抢走，连亲姑姑都不行。他刚才居然对着姑母笑得那么甜，他都没对我那么笑过。他还给姑母做那么大一杯奇奇怪怪的水，本座都没有，本座要闹啦！本座真的要闹了！哟，看你这护食的样儿，怎么，姑母不过是想要个雏相，你至于发这么大火吗？莫不是你这棵万年不开花的铁树，终于开窍了？姑母休要胡言乱语，江环乃是本座亲自任命的御用首席灵厨，肩负本座1日3餐的重任，除了本座，谁也没有资格品尝他的手艺。这是九幽宫的规章制度。是，殿下，帝君胃口不好，离不开小仙的调理。您若是想喝奶茶，小仙每日做好了，派仙医给您送到宫里去，绝不耽误帝君的用膳。你还要每天给他做，你都没每天给本座做过。帝君，您不是不喜欢吃甜食吗？谁说本座不喜欢的？本座现在就喜欢了。你要每天给本座做一杯那个什么玉溪波波，而且杯子必须要比姑母的那个大1倍，必须是3界最大的杯子，少一口都不行。是，帝君您说的对，小仙保证，以后给您的奶茶绝对是全3界独一份的最大杯，料加的最足的，只给您一个人做。这还差不多。姑母，您要是喝完了，就早些回宫歇息吧。本座还要指导江环研制新菜，就不送您了。这小子真是栽进去了。江环丫头，本宫看好你哦。帝君，您这么看着小仙做什么？你刚才说全3界独一份，只给本座一个人做，此话当真？他承认了，他当着姑母的面承认本座是他心里独一无二的了，这跟昭告3界有什么区别？他太爱本座了。既然他都这么主动了，本座若是再不给点回应，岂不是显得本座不解风情？
本座要不要现在就赏他一个拥抱？不行，太快了。还是先赏他一座金山吧。算你识相，快去给本座做杯最大的奶茶。要是敢少加一颗波波，本座扣你工资。救命啊！这暴君刚才居然对我笑了，还弹我脑门儿！完了完了，说好的职场求生文，怎么突然变成甜宠文了？该死，早不发作，晚不发作，偏偏这个时候，冷，痛！3000年前在北冥深渊斩杀魔龙留下的寒毒又发作了，感觉脑袋里有几万只冰蚁在咬，本座的三叉神经快要炸了。可是本座绝对不能宣太医，太医一来，全天庭都会知道堂堂战神怕冷，本座的逼格就全毁了。最重要的是，太医熬的那个十全大补苦莲汤，比喝黄连还要命啊！这新生怎么听着直打哆嗦？暴君生病了，还怕吃苦药？这反差萌未免也太接地气了吧！你堂堂战神，居然怕喝中药？帝君，您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小仙这就去通传太医院。站住！谁准你叫太医的？本座只是在修炼。一门极寒的仙法，到了关键时刻，无需大惊小怪。别去，千万别去！本座宁愿被冻死，也绝对不喝那种苦汁子。江环，你快留下来陪本座，本座现在好冷，好想抱点热乎的东西。你这丫头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快发现本座在逞强啊！大哥，都冻成冰棍了，还在这死鸭子嘴硬，不叫太医是吧？怕喝苦药是吧？行，对付你这种生病了还傲娇的大型犬，老娘有的是食疗偏方。好，不叫太医。帝君既然在修炼极寒仙法，那定然消耗极大。小仙去给您熬一锅能辅助修炼的药膳汤，保证不苦，好不好？您先用毯子裹着，乖乖等我一会儿。既然是你一片孝心，本座就勉强等你片刻。快去快回。这是什么味道？有些呛鼻，却又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暖意。好香啊！这股霸道的辛辣味钻进鼻腔，本座感觉体内的寒毒都被吓退了3分。饿了，生病了也是要干饭的。江环怎么还不端过来？本座要急死了！来了，刚出锅的，仙界至尊驱寒胡椒猪肚鸡，趁热喝。小仙在汤里加了足量的极品岩阳胡椒，还有温补的上古凤尾鸡和仙灵猪肚，您赶紧喝一口汤试试。本座自己来。行了，老板，病号就别逞强了，这可是算在工伤理赔范围内的特级护理服务。张嘴！你竟敢为本座！他为我了，他亲手为我了，还帮我吹凉了。这就是凡间话本里写的病榻前贤妻悉心照料的情节吗？他连本座生病的样子都不嫌弃，他绝对是想跟本座白头偕老。本座要是现在拒绝，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深情？原本盘踞对寒毒如冰雪般消融的溃散，这汤好辣，但极暖。暖就对了。帝君，还没吃饱吗？厨房还有，小仙再去给您盛。别走。
本座这极寒仙法还没修炼完，你刚才那锅汤药效尚可，你留下来，在本座身边待着，本座看着你，有助于稳固境界。本座现在好脆弱，好需要人陪。刚才喝汤的时候感觉好幸福。本座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冷冰冰的王座上，你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好不好？只要你肯留下来，本座把司库里的钥匙都交给你，你快答应啊！天哪，这谁顶得住啊？白天是杀伐果断的冷面暴君，生病了就变成球贴贴的粘人大金毛，这反差萌简直犯规好吗？行行行，老板发话了，我这个员工哪敢走啊？今晚小仙就在这儿陪着帝君，稳固境界，哪儿也不去，总行了吧？江环，有你在，这九幽宫似乎没那么冷了。他答应留下来陪本座了。等本座病好了，一定要给他升职加薪，把全天境最好吃的食材都买给他。本座的九幽帝后，只能是他。傻瓜老板，睡你的觉吧。诸位，今日乃天庭年度团建大会，主题为共建和谐仙界，共享美好时光。各宫仙厨准备的菜品将由诸位上仙共同品辨，获胜者将得到天庭极品灵食材的年度采购权。好家伙，天庭团建大会，这不就是大型公司年会加厨艺比赛吗？看这架势，谁做得好，谁年底奖金翻倍，谁翻车，谁直接射死全天境。你确定今日要做这种东西？确定。帝君，您相信我，团建这种场合最适合吃烧烤。大家围在一起，边烤边聊，气氛一下就上来了。本座当然知道他有学问，他随便煎个蛋都能表达爱意。今日烤几串肉，必定是在向本座展示他优秀的持家能力。今日这么多神仙在场，他是不是想让全三界都知道，本座吃的是他亲手烤的肉？很好，本座准了。老板，您真的想多了，我只是想拿个团建1等奖，顺便多赚点绩效奖金而已啊喂！第一位出场的是百花宫仙厨，菜品为万瓣琉璃花开富贵冷盘。此菜以1万片绫萝卜雕成花瓣，配以晨露凝霜，入口清雅，意境高远。菜品为七彩流云无味羹。回帝君，此羹追求至纯至净，无盐无糖无油，入口如云，清淡无痕。无盐无糖无油，那不就是一碗热水吗？你们天丁厨师的终极梦想，就是把饭做得不像饭吗？本座是来吃饭的，不是来修仙的。帝君，您忍忍，很快到我们了。我带了加辣版鸡翅，还有蒜蓉酱。尚可。他好懂本座，他连加辣和蒜蓉都准备了。这哪里是团建，这分明是他为本座安排的专属投喂大会。下一位，九幽宫首席灵厨江环。诸位上仙好，今日九幽宫带来的菜品是瑶池欢乐露天烧烤套餐，主打一个现烤现吃，热乎香管饱。本宫倒觉得不错。团结嘛，就该热闹些，天天吃那些雕虾冷盘，吃的本宫脸都快没表情了。多谢殿下捧场，第一串先给您。微辣蜂蜜鸡翅，美容养颜，越吃越开心。好丫头，懂事。江环，啊，帝君，第一串为何不是本座的？这，尊老爱幼嘛。本座年纪比他大。霍林，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本座说的是事实。他居然把第一串给了姑母。他昨日才说全三界独一份只给本座，今日就把第一串给别人。女人的嘴，骗人的鬼，本座生气了，
除非他立刻给本座烤10串加辣鸡翅。帝君别急，您的在这里。10串加辣鸡翅，10串孜然羊肉，5串烤蘑菇，绝对不放绿叶菜。哼，算他识相。连本座不吃绿叶菜的习惯都牢记于心。这分明是首席帝后的基本职业素养。江首席，这个我们能尝一串吗？当然可以，人人有份。人人有份。帝君专属区之外的。哼，粗俗。这等烟火之物，哪里有仙家清雅？我绝不会被这种低俗香味诱惑。再给我一串，就一串。我是为了研究你的火候，绝对不是馋。江环，本座刚才数了，你给清音阁那老头3串蘑菇，给本座才2串。帝君，您还数这个？本座掌管九幽宫账目，对数字极为敏感。他给别人3串，给本座2串，本座不是他最重要的人了吗？本座要记在小本本上。晚上让他赔20串。您这哪里是数字敏感，您这是醋味敏感啊，我的大老板！让一让，让一让！诸位上仙，经本次团建大会临时评议，九幽宫首席灵厨江环的瑶池欢乐烧烤套餐获得全场最高票。恭喜江首席获得年度最佳创新仙厨称号，以及极品零食材天庭采购权1年。有了这采购权，小仙保证让大家吃好喝好，快乐上班。既然你拿了采购权，从今日起，九幽宫司库的无限额报销权也交给你。缺什么，去凡间直接买，谁敢拦你，就让他来找本座。真的吗？帝君，您确定把无限额报销权交给我？我可能会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买，本座养得起。他开心啦！他果然喜欢本座给他花钱。不对，这不是拜金，这是本座作为未来夫君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本座成熟可靠，多金霸气，绝对值得托付终身。哟，这不仅是给了管饭的权利，连管钱的权利都交出去了。灵儿，你们这九幽宫是快要办喜事了吧？殿下，您别乱说。姑母慎言，此事尚早。尚早？重点难道不是没有这回事吗？本座说尚早，自有本座的道理。救命啊！这老板已经不是自我攻略了，他这是单方面把恋爱进度条拉到80%了，这大腿抱的。江环，你得意不了多久。凭什么你一个低等灵厨学庭？今日我倒要看看，你若是在这品茶会上端出一锅酸到掉牙的破菜，帝君还会不会护着你？江首席，这批酸灵果的味道不对劲儿，我刚才闻了一下，牙都快酸倒了。正常的酸灵果是清酸，这批简直是爆酸啊！清洁司转运来的，那不就是清雪现在待的部门吗？好啊，绿茶又开始作妖了，想用劣质发酵过度的食材让我菜品失控。不好意思，现代厨师最擅长的就是把缺陷变特色。爆酸是吧？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酸菜鱼的灵魂。小桃，去拿大坛子，再拿极品灵泉盐、暴风辣椒、青花椒和最嫩的鲜湖鱼片。今天菜单临时升级，原本的开干酸汤鱼片取消，改做仙界绝版老坛酸菜鱼。听名字就好吃。江首席，酸味太重怎么压？记住，酸味不是事故，是方向。只要掌控得好，酸能提鲜，能开胃，能让人吃完第一口就想吞掉舌头。江环丫头今日的新品怎么还没来？殿下莫急，江首席今日准备了酸汤鱼片，
想必一定会让诸位上仙终身难忘。姑母，灵儿，本座路过。江环今日给姑母做新品，他居然没先让本座试吃，本座倒要看看他背着本座给别人做了什么好东西。哼，说是比给本座的还好吃。本座今晚就把他叫回九幽宫加班，专门给本座做10份。行，巡视就巡视，坐吧，别站着冒酸气了。本座没酸。让诸位久等了，今日重磅新品仙界老坛酸菜鱼正式上桌。什么？酸菜鱼？这多亏了今日那批特别酸的酸灵果，若不是它们酸的这么有个性，我还真做不出这口灵魂汤底呢。天哪，这鱼片好嫩，入口就化了，酸味一点不冲，反而特别开胃。这酸味够劲儿，辣味也舒服。刚才喝了3杯奶茶有点腻，现在全解开了。江环丫头，本宫今日必须重赏你。尚可。这是什么酸辣神物？鱼片嫩得像云，汤底酸的灵魂一激灵，辣味又暖又香。他怎么连别人动过手脚的破食材都能做得这么好吃？不愧是本座看上的厨娘，不是本座未来的。稳住！你那眼睛亮的都快当探照灯了，夹鱼的速度快得连残影都出来了，还尚可呢。江首席果然厉害，竟能把这么酸的东西做成美味，小仙佩服。清雪，你怎么知道这批酸灵果特别酸？啊，小仙只是闻到了。可酸灵果送来时，坛子是封着极品封印符的，你一个清洁司的杂物，隔着封印符是怎么闻到的？帝君，长公主，江首席让我查过登记，今日酸灵果原本是普通批次，但中途经清洁司转运后，数量少了30%，鲜度却异常升高。负责转运签字和解开封印的，正是清雪仙子。帝君，小仙没有恶意，小仙只是觉得酸灵果不够酸，私自换了一批发酵过度的，想让江首席的菜更有特色啊。哦，更有特色。那你刚才为何说会让我们终身难忘？清雪，你被罚去清洁司，是让你重新学习规矩，不是让你继续打压同僚。帝君息怒，小仙真的知错了。本座不想再听空话。即日起，清雪调离清洁司，发配去极北苦寒之地的灵果种植园，从最底层的刨土学徒做起，300年内不得接触天庭任何御膳事务。这个处置妥当，让他种果子，正好知道每一种食材来之不易。江环，帝君有何吩咐？你倒是心软，若按本座的脾气，他今日就该神魂俱灭。比起杀人，让他去底层感受劳作的艰辛，才是最有效的惩罚。她真善良，她不仅会做饭，还懂管理，还能教化同僚。这样的女子若不当九幽帝后，简直是3界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人力资源损失是什么鬼？老板，你别又开始给我安排升职到婚配岗位啊！喂，江环丫头，本宫今日算是看明白了，你不但厨艺好，脑子也清楚。灵儿跟着你吃饭，本宫放心。姑母，是她跟着本座。诸位上仙，锅里还有鱼片和配菜，要不要再加一轮？本宫要打包1份汤底。不可。为何不可？江环晚上还要回九幽宫，给本座做豪华加量版，汤底绝对不能外流。帝君，汤底我可以再熬。你会累，过度加班不利于九幽宫的长期稳定供餐。真贴心，有了媳妇儿忘了姑母。知道了，老板，今晚只给您做1锅，绝对不外流，全3界独1份。他又说了，他今日第2次说只给本座做。本座决定了，今晚就把司库的星河莲子也赏给他，明日再给他批一座专属豪华厨房。帝君，
小仙郑重申请下凡采购。不准。为什么？帝君，您昨天亲口说把无限额报销的采购权交给我了，有了采购权却不能下凡采购，那不就像奶茶没有波波，烧烤没有孜然，酸菜鱼没有酸菜吗？九幽宫司库里什么没有？你要什么，本座命人送来。凡间市集人多嘈杂，且污浊。不一样，库房里的东西是贵，但不一定好用。小仙想做新的菜品，得亲自去凡间市集看看，热闹才好啊！美食本来就该在人声鼎沸里找灵感。你说本座像开董事会？小仙的意思是，帝君用膳姿态端庄，极具管理层风范。花言巧语。他想下凡，他不是为了玩，是为了给本座找新菜品。别的仙厨只会守着库房混日子，他却主动写调研。说的像我会跟唐高汤老板私奔一样，这老板的掌控欲没救了。本座可以准你下凡。真的吗？帝君英明，帝君大气，帝君是全3界最懂员工职业发展的好老板。但本座要同去。啊，帝君你也去？本座要考察你的采购流程，防止九幽宫预算被浪费。收拾东西，半个时辰后出发。还有，下凡后不许叫本座帝君，那叫什么？叫霍公子。是霍公子。哇，糖葫芦、馄饨、烤饼、桂花糕、酸梅汤，这才叫人间烟火气啊！也是当然态度。霍公子放轻松，您现在不是老板巡店，是普通游客。这个本座要了。哎，公子好眼光，3文钱一串，够吗？公子，这小摊找不开啊！您这是要买我祖上18代的糖葫芦汤？不好意思，老板，不好意思，他第一次逛夜市，不懂行情。他主动碰本座了，在凡间夜市，在灯火之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是不是于间所谓的牵手前奏？本座现在该不该反握回去？会不会太快？他若害羞怎么办？本座的心跳的好快。大哥，你先别谈恋爱脑了，摊主都快被你吓哭了。老板，来2串糖葫芦。好嘞，姑娘，这位公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您可得看紧点，别让他被人坑了。放心，我会管好他的。你管好我？对啊，出门在外，您没带零钱，不会讲价，不懂排队，还差点用灵珠买糖葫芦。我不管您，谁管您？他说要管本座，本座从前怎么没发现，被人管着竟然这么舒服？本座愿意被他管一辈子。唉，今日汤底备少了，米粉也只剩半筐碎的，做不成了。老板娘，您这摊子借我用一会儿，我帮您救场，行吗？碎米粉也能做美食。你要帮他？采购之前先做市场调研。霍公子，帮我收钱，不许再掏灵珠。我收钱。对，3文1碗，排队付款，前端收银开始学。3文1碗，排队。好嘞。碎米粉焯水过凉，鸡蛋打散，热油下锅，酸豆角切碎，辣椒油别少。江环，先别喊我，霍公子，收钱。3文，下一位。这样的江环，若只困在九幽宫给本座一人，会不会太委屈？可本座又舍不得，本座想把全3界都给他，又想把他藏起来。原来你也会考虑我会不会委屈啊？算你还有点良心。霍公子，您还真会收钱啊！本座我学得很快。不错，有进步。奖励你1碗加蛋炒粉团。只奖励我？对，只奖励你。这话本座爱听。姑娘，看看花簪吧，新做的桃花簪，戴上可好看了。挺好看的，不过我平时都在后厨颠勺，戴这个容易沾油烟。这个要了。等等，霍公子，您有钱吗？刚才收的铜钱都还给老板娘了，您的灵珠不能用，买东西要用合适的钱。那该如何？要么讲价，要么用劳动换，要么下次再买。公子若是真想送这位姑娘，不如帮我把这几大盒花簪搬到对面街角的摊位去，我就把这只桃花簪算半价，只要2文钱。搬过去就能买？能，霍公子不勉强。不勉强。你喜欢？这还是那个高高在外用灵石砸人的暴君吗？给你。您真的为了买一只簪子去帮摊主搬货啊？很奇怪。不奇怪，只是有点不像您。那你喜欢现在这样，还是喜欢九幽宫里的本座？江环，从前本座以为喜欢一个人，就是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灵石、法宝、司库、权柄，只要本座有，都可以给。霍公子，可今日我才明白，你想要的不只是那些，你想自己挑食材，
自己做决定，自己把一个快散的摊子救回来，自己在热闹的人群里发光。霍公子，您今晚怎么突然这么会说话？糖葫芦成精啦？江环，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会做饭，不是因为你能听懂本座的胃口，也不是因为你总能把本座哄高兴，是因为你聪明、清醒、热闹、坚韧。你站在哪里，哪里就像有了烟火气。霍公子，您这算正式表白吗？算。那您不傲娇了？可以为了你少傲娇一点。哪有人表白还讨价还价的？第一次，没经验。你若不满意，本座可以重说。别，再说我就熟了。那你的答复呢？霍林，我现在还不能说我完全喜欢你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来到这里以后，最先想的是活下去，后来想的是站稳脚跟，再后来想做出自己的事业。我不想因为你喜欢我，就立刻变成谁的附属。今晚你搬花簪盒子的样子，比你砸零食的时候还帅。你愿意看见我发光，而不是只想把我藏起来，这一点我很喜欢。所以这只簪子我收下。至于你这个人，我先试用观察一段时间，表现好的话可以转正。试用多久？看老板表现。本座不是老板，现在是追求者。好，追求者霍林。第一项考核，帮我戴上。若戴歪了，你会扣分吗？会。那本座认真些。霍林，你紧张啊？原来三界战神也会紧张。面对你，会。您别突然加分啊。开箱啦！好看。簪子好看。人好看。霍林，你今晚很会说话。那能转正吗？想得美。先请我吃馄饨。我没钱。我借你，记账，日后还。好，日后还你一辈子。霍林，这句话不错，保留，加5分。那今晚的豪华酸菜鱼，加鱼片，加辣，加酸菜，全三界独一份。全三界独一份，只给追求者霍林。二位客官，实在不巧，今日城中举办灯会，客房全满，眼下只剩最后一间带小厨房的上房套间了。里面有内外2间，中间隔着一扇屏风。若二位不介意，介意？不介意。霍公子，夜深了，你今日采购摆摊做饭，又逛了整晚，已经很累，继续找客栈不合适。可只剩1间房啊！掌柜说了，是套间。那边确认。掌柜，这间房要了，房钱我来付。您有钱吗？您现在连一碗馄饨的钱都是我借的。记账。回九幽宫后10倍还你。追求者考核第3项，不许乱花钱，尤其不许用10倍还账，这种土豪思维破坏市场经济。掌柜，麻烦多送2床被子，再借厨房一点姜、蒜、辣椒和盐。姑娘，这是要做宵夜？对，忙了一晚上，吃点热乎的再睡。宵夜，绝了！别人谈恋爱费花，他谈恋爱费粮。他愿意给本座做宵夜，说明今日表白没有失败，甚至感情还在持续升温，很好，稳中向好。霍公子，往后退一点，小心油星溅到。本座不怕。我怕，您这张脸要是被油星溅到破相了，我怕九幽宫上下以为我谋坏老板颜值。你觉得本座好看？重点是这个吗？对本座而言，
是。好看，特别好看，3届第1好看，满意了吗？他夸本座3届第1好看，本座今晚没有白来客栈，这间房订的值，这蒜香也值，本座就是全3届最俊美的男神。开饭。这东西可应刺多，从何处下手？看好啦，先捏住头尾，轻轻一扭，壳就松了，再剥开，蘸点汤汁，吃肉。本座不会做这种有失仪态的事。您上次吃麻辣烫，辣到拿鲜果茶续命的时候，也说自己不会失仪。小龙虾就是要霸道。他不听话。霍公子，虾不归您这3届战神管，当然不听话。来，我教你。不是用蛮力，是顺着壳的纹路，这里轻轻一推。牵手了，他握住本座的手了，他的手好软，好暖，他是不是在暗示本座什么？本座现在该呼吸吗？教学需要，纯教学，追求者不准过度解读。已经解读了。你关心本座吃不上虾，这还差不多。以及他想牵本座的手，只是他害羞，本座不拆穿。慢点。都怪你，怪我什么？怪你剥虾太慢，害我着急。好了，内外间分明，安全距离明确。江环，又怎么了？今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凡间的灯，听见摊贩的吆喝，吃到热腾腾的馄饨。以前本座觉得守着3届秩序就够了，今日才知道，原来3届里还有这么多细小又热闹的东西。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职责，也要吃热饭、逛夜市、买喜欢的花簪，偶尔笨一点也没关系。那你呢？你也不能只想着活下去，站稳脚跟，做事业。你也可以被人照顾，可以累的时候停一下，可以把喜欢的东西说出来。追求者霍林，你今晚加分有点多，会转正吗？看你明天表现。明天我可以继续收钱，搬东西，包虾。明天我们去香料试席，不剥虾。你帮我提东西。记住了。晚安，霍林。晚安，江环。他叫本座霍林，不是帝君，不是老板。今晚本座没有越界，没有吓到他，还得到了喜欢。虽然只是比昨天多一点，但一点也很好。明日继续努力，追求者霍林绝对不能输。你今天真好看。完了完了，这个傲娇老板认真起来，好像真的有点顶不住啊！霍林，快看，桂皮、八角、香叶、草果，还有顶级青花椒，这地方简直是厨师的天堂。看到了，你要的都在这里。追求者霍林，今天表现不错，加3分。才3分，你还想要多少？若你高兴，可以再加。行，先记着，回头看表现。他记我的分，很好，说明他真的在看我。这位想必就是昨夜夜市上做出酸辣粉团的江姑娘吧？在下周万才，万味楼东家。原来是周东家，找我有事。我也不绕弯子了，100两，买断你昨夜那几道吃食的全部配方，你签了，这银子立刻拿走，往后吃穿不愁，不必再在这市集里奔波。买断？你想买他的手艺？周东家，你这契约写的挺完整。那是自然，做生意讲究一个清楚。第一，买断全部配方，却没有明确全部的范围。以后我只要做出类似口味，你都能说我违约。第二，违约赔10万两，远超买断价的1000倍。第三，
契约最后一句写着：“最终解释权归万味楼所有。”周东家，你这是买配方，还是想把我整个人一起套进去？姑娘说话可就难听了，外头做生意本来就讲规矩。你一个外地小厨娘，懂什么契约？100两已经够看得起你了。我懂得不多，但我懂一件事：自己的手艺不能不明不白卖给别人。真要合作，可以谈分成，谈授权，谈期限。你想一张纸买我后半辈子，不可能。姑娘年纪轻，口气倒不小。你可知道，市集上的摊位、铺面的货源、酒楼的通路，都是我们这些老字号说了算。威胁我？这不叫威胁，叫提醒。他若不签呢？你又是谁？我是他的追求者。霍林，你别乱说话。我没乱说。你以渠道和胎位为筹码，逼他接受不公平条款。若真要追究，我们可以去商会公开评议。误会都是误会，我只是见姑娘手艺好，想早点合作。那依江姑娘的意思，怎么谈？第一，我只授权3道菜，期限3个月。第二，按销售额分成，我拿30%。第三，每日账本公开可查。第四，预付50两当培训和试菜费用，同意就重写契约。好，重写。说啥了？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用身份压他？你能赢，我何必替你赢？江环，你不是附属，也不是谁能随便拿捏的东西。你会看合同，会讲条件，也能守住自己的东西。我替你撑腰，不是要把你按在后面，是怕你身后没人。霍林，你今天真的很会说话。这句能加分吗？能，加很多。那能转正吗？还不行。不过，重点观察期可以再延长一点。那现在重点观察对象，请把东西背回去。乐意之极。霍林，我想推一份食盐改革方案。你又要折腾什么？不是折腾，后勤、采购、储存、分区、试菜留样，全都要立规矩，不然今天有人克扣食材，明天有人乱改配方，最后背锅的还是厨子。你想把九幽宫的后厨变成一套规制？对，谁负责什么，出了问题找谁，全写清楚。这样以后不管谁想动手脚，都没那么容易。你倒是比那些只会喊礼法的人仔细多了。因为我吃过亏。那便做。这么快？你既然想做，本座替你压住。行，那今天就先拿一碗文思豆腐羹做试点。豆腐？别小看它，越简单的菜越能看出火候和规矩，而且最适合盲评。谁真懂吃，一口就知道。你要盲评谁？守旧派那几个老御厨，他们不是最爱说凡人做菜只靠花样，先厨才讲得上品格吗？听说九幽宫那个小厨娘要搞什么改革？哼，不过是会做2道新鲜菜，真当自己能改天庭规矩了？他若真敢端上来，必定出丑。第一道文思豆腐羹，请各位蒙眼。蒙眼？盲评才公平。哼，故弄玄虚。按他说的做。这道羹，豆腐切成细丝，笋丝、火腿丝、香菇丝分开入汤，火不能大，勺不能急。谁先开口评价，先说感受，不许先猜食材。汤清却不寡，鲜里带甜，豆腐细的几乎化开，火候极稳，配比也准。这不是寻常厨房能做出来的。好，这羹看着简单，入口却层次分明，比那些花里胡哨的摆盘实在多了。因为食物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吃的。可这不还是一碗羹，凭什么叫改革？因为它不是一碗羹的问题，它背后有标准、有流程、有分工。豆腐要切多细，汤要吊多久，谁验料、谁试味、谁留样、谁签字，出了事直接追责。你这是把做饭弄得像审案？那是因为以前太多人把做饭当成糊弄。再是下一道。第2道清汤鱼羹，这道菜我没让你们看做法，谁先说出它的不足，谁就先赢。鱼腥压得不够彻底，但汤底很稳。刀工不如文思豆腐精，
却比昨夜御膳司送来的成品强太多。这道菜若按你说的流程走，能避免很多错。本宫听明白了，你要的不是改菜，是改人。殿下说的对，我不怕别人说我菜是心，我怕的是明明能把饭做好的人，最后败在一堆乱七八糟的规矩和人情上。所以你才要立规矩。对，那便立。帝君，这样会动到旧案，很多人不会服。那就让他们服。九幽宫要的是能把饭做好的人，不是只会占位置的人。若连一碗羹都不愿认真做，留着何用？帝君所言极是，若真能按流程来，御膳司也少些扯皮。本宫倒觉得这丫头比很多人都懂事，她不是要拆谁的台，是要让饭桌稳下来。所以各位要不要试试新的分工策？是，立刻是。你赢了。不是我赢了，是菜赢了。那也是你赢。霍林，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因为你在教。这句话勉强再加2分。那本座还要继续学。行，先学怎么把改革方案抄10份，分给各司。好。小唐，昨日送来的灵米少了2袋，今天的盐阳胡椒又少了半斤，你去问问御膳司，这账是怎么做的？江首席，御膳司的人说，最近各宫都在削减开支，您刚推了10膳改革，还是别把他们逼得太紧。我不逼他们，他们就能把九幽宫的粮仓搬空。流程既然立了，就得照流程办。江首席，灵米的调拨记录我查过了，少的2袋被划到了天庭贵宾宴，签字人是御膳司副总管。很好，你把这份记录留存，下午随我去御膳司对账。你不怕他们说你仗着帝君撑腰，故意找麻烦？我查的是账，不是人。谁要是把公事说成人情，那才是真有问题。地母娘娘驾到！云舒，做得好，这就是姜环掌管的偏殿。小仙姜环见过地母娘娘。起来吧，本宫今日来不是为了看你行礼。那娘娘是来用膳的吗？今日厨房有新熬的灵米粥，还有刚做好的椒盐小土豆。本宫听说你最近把九幽宫的后厨弄得乌烟瘴气，又是改革流程，又是重新分配食材，还让御膳司的人按你的规矩办事。食材少了，账目不清，当然要重新分配。你倒是伶牙俐齿。娘娘息怒，江首席只是做事认真，并无冒犯之意。若有我协助他整理流程，或许能让各司更容易接受。还是舒儿懂事，他自幼熟悉天庭礼制，琴棋书画、丹药食甚无一不通。若他来掌管九幽宫后厨，必定比一个坟间出身的灵厨稳妥。可云舒仙子不是制度顾问吗？顾问只是暂时的安排。娘娘今日带云舒仙子来，应该不只是为了后厨吧？灵儿年纪不小，九幽宫也需要一位真正能与她并肩的帝后。舒儿与灵儿自幼相识，身份、修为、品行都相配。所以娘娘是想为帝君和云舒仙子赐婚？不是想，是本宫认为这门婚事合适。娘娘，婚姻之事还需帝君亲自应允，云舒不敢擅自作答。你不必谦虚，你对灵儿的心意，本宫看得清楚。确实，云舒仙子身份高贵，能力也不差。若只看家世和履历，她与帝君很般配。江首席，不过九幽宫的饭不能只看履历。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婚事可以看家世，掌厨不能。帝君宴食不是因为饭菜不够昂贵，而是因为入口的东西没有温度。江首席，我并非不会做饭，我知道。那我们就比一比，你要与舒儿比厨艺，不比花样，只比一碗最普通的粥。饿着的人面前，鲜膳和粗粥没有高低，能不能入口才有答案。江首席，不好了！九幽宫外3处节点同时出现摩西，门间撤离区人越来越多。后勤司据说没有批文，暂时不能调粮。我刚收到消息，有人在安置区散播谣言，说帝君已经避世，天界不管凡人了。舒儿，你随本宫回天庭，这件事交给各司处理。不行，你说什么？
人心已经乱了。等各司批完文书，第一批人就该饿晕了。小桃，立刻敲铜锣。云舒仙子，你去东侧分区，把孩子和老人先安排好。那你呢？我开锅。你要留下。帝君在前线守边界，我在后方守饭桌。若连一锅热粥都保不住，谁也别谈什么帝后、规矩和体面。我跟你一起去。舒儿，你也要做这些粗活。娘娘，若我真想站在帝君身边，就不能只站在他身旁。我也该知道，他守护的究竟是什么。帝君，3处扰乱源已经锁定，可魔月把灵线缠在边界外侧，若强行斩断，恐怕会波及凡间。所有人稳住阵位。帝君，魔域明显是诱敌之计，他们想逼我们追出边界，再借灵线拖垮守护队。本座知道。那我们如何破局？他们想让九幽宫乱，本座偏不乱；他们想让樊中断供，江环偏能让每个人吃上热饭。江首席已经稳住安置区了，他会稳住。帝君如此信他，本座信他，如信本座手中剑。第一阵牵制灵线，第二阵切断外援，第三阵封锁退路。不得追出边界，先断灵线，再净化魔息。九幽帝君，你当真不顾那位小厨娘？继续布阵，安区如今人多混乱，若有一点魔息落下，帝君这是故意激您。本座知道。帝君若现在回头，主节点便归我等；帝君若不回头，那位江环姑娘只能自求多福。你们以为她是能被拿来威胁本座的人？怎么，帝君不是心悦她吗？竟舍得让她涉险？本座心悦她，所以更知道她是什么人。她不是躲在谁身后的人，也不是任人摆布的弱者。可笑，可笑的是你们。你们以为她只会做饭，却不知她能稳住人心；你们以为本座会为她乱阵，却不知她最不愿本座因私废公。区区一锅凡间热粥，也配与魔域大计相比？一碗热饭对饿着的人有多重要，你们永远不会懂。帝君，第一处扰乱源显形了，净化，想断灵线，做梦！灵线要穿过边界，落点是临时安置区。第二阵截住他，第二阵距离不足，本座来。你竟敢以自身灵力镇压边界！本座守的从来不只是主节点。第3处扰乱源已经暴露，阵眼就在黑雾核心。3阵合围，若魔域使者逃入边界外呢？逼退即可，不必追杀。遵令。九幽帝君，你若不回头，江环必死。他若遇险，自会传信。在他传讯之前，本座不会因你的废话乱阵。你不怕后悔？本座只怕真正该守的位置无人守护。天界守护队听令，3阵合围，净化扰乱源。不得恋战，逼退即可。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快找到阵眼？帝君，阵眼已明，破阵。九幽帝君，今日算你们命数未尽。不是命数，是有人守住了每一个该守的位置。帝君，扰乱源已退，边界重新稳定。守阵。江环，等本座。帝君，可要先回宫疗伤？不必，本座答应过他，要平安回来。江守节，您已经熬了一整夜，先歇一会儿吧。霍林还没回来。帝君那么厉害，一定不会有事的。小桃，下一锅少放点盐。老人区口味淡，孩子区多加些云米。您不能因为等他，把自己也熬倒了。我知道他厉害，可厉害的人也会饿，也会累，也会受伤。江环，先喝风，我不饿。你这句话说的和帝君一模一样。他是老板，我是员工，能一样吗？在不肯照顾自己这件事上，你们一样固执。云舒仙子，你最近越来越会管人了，跟你学的。那我学的好吗？江环，我放下了。放下什么？帝君，还有那些我以为理所当然属于我的位置。从前我总觉得，只要身份足够高，修为足够强，陪在帝君身边的人就该是我。你现在不这么想了？不想了。他心里有人，而那个人确实值得。你也有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想证明的，不再是我比你高贵，而是我能做什么。那你今天做的不错，记录清楚，分区也稳。能得江首席一句不错，比听别人夸我身份宝贵踏实多了。他很少随便夸人。霍林，受伤没有？没有。骗人没有？没有。空腹没有？
正在准备喝粥。那就是空腹了。本座饿了。先喝。好。帝君，主节点如何？魔域扰乱源已退，边界重新稳定，各自继续巡查，但不会再扩散。太好了，你们都做得很好。殿下，安置区能稳住，是大家一起做的。主节点能稳住，也是因为后方未乱。行了，你们两个别互相分工了。蒂姆来了，江环，蒂姆娘娘，本宫都知道了。娘娘知道什么？知道你本可留在九天仙山，却因一封密函赶来。知道你守住贡州区，修水车，稳住了人心。也知道你带着灵儿的护身灵玉，却没有把自己藏起来等人保护。小仙只是做了能做的事，能做却愿意去做，才难得。从前本宫只看你的出身，觉得低阶灵厨配不上灵儿。娘娘不必勉强接纳小仙，本宫今日不是勉强，出身只能说明一个人从哪里来，不能决定他能走到哪里。母亲，灵儿，你的眼光很好。本座一直知道。帝君，谦虚一点。这是事实。江环，从今日起，本宫真心接纳你。谢蒂姆娘娘。还叫娘娘？那蒂姆，先这样也好，等大婚之后再改口。大婚？江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句？是。你承认的也太快了。江环丫头，灵儿今日击退魔具，稳住边界，还乖乖喝粥，表现如何？殿下怎么也开始帮他算分？若按项目反馈，帝君完成主节点稳定，后方协同、空腹纠正3项任务，综合评分较高，就是还差一点。差什么？差江首席点头。你说本座平安回来，便给本座答案。你记得真清楚。关于你，本座都记得。霍林，恭喜你，正式转正。当真？当真。不是预备期。不是。不是重点观察。不是。可以大婚。你是不是跳得太快了？本座已经等了很久。那就先从今天开始正式交往，婚期由我选。好，你选什么日子，本座都等。魔域边界平息后，九幽宫没有恢复从前的冷清。江环将临时安置区的供餐经验整理成应急实战制度，第一次建立了公开协作流程。云舒仙子正式成为制度顾问，蒂姆亲自主持婚宴，却删去了大半繁琐礼仪。因为江环说过，婚宴最重要的不是排场，是大家坐下来吃一顿热饭。江首席不对，江姑娘也不对，帝后娘娘。别喊帝后，先叫江环。这个称呼我还没适应。可是今日大婚，您就是帝后了。帝后也得先看看红糖锅开没开，红火锅、菌汤锅、胡椒猪肚鸡、酸菜鱼，还有帝君指定的3届最大杯芋泥波波。他还真把那杯子做出来了。做出来了，比普通奶茶桶还大3倍，4名仙役才能抬动。本座只是要求一杯正常大小的奶茶。正常大小？3届最大的杯子，便是本座认定的正常大小。那你对正常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今日婚宴，所有菜品都由你决定。真的？真的。那我决定不摆那些看起来高贵、吃起来没味的仙界冷盘。准了。我还要把所有桌子摆在一起，不分仙阶，不分功夫，谁先到谁先坐。准了。凡间商会、后勤先役、守护队都要有席位。准了。帝君，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因为这是你的婚宴，她终于要成为本座的帝后了。今日所有人都会知道，她是本座唯一的江环。本座要把最好的位置给她，最大的杯子给她，整个九幽宫都给她。你心里是不是又在乱想？本座没有。那你为什么脸红？厨房太热。帝君，您站在门口，那里没有灶火。江环，红汤锅已经开了，菌汤锅也稳定，婚宴预算、食材损耗和席位安排，我全部核对过了。辛苦你了，这是我的职责，不是你的能力。那我收下这句夸奖。诸位，今日不必讲那些听得人头疼的礼词。长公主，婚礼不念礼词，念什么？第一道云米蒸排骨，第2道金汤酸菜鱼，第3道仙界至尊麻辣烫。江环，你说的对，蒂姆娘娘觉得这场婚宴还行，不是还行，是很好。有些婚宴只剩下规矩，却没有欢喜。今日这样才像真正的喜事，大家吃得开心就好。她高兴，便是本座高兴。灵儿，
你这话今日已经说了3遍了。不够。帝君，收敛一点。今日大婚，本座为何要收敛？先敬酒。帝君终于转正大婚了，说得好。从项目结果来看，帝君经过长期考核，终于完成转正。本座还有考核吗？当然有。婚后还要考核？要考核你会不会洗菜、收拾厨房、尊重我的事业，还有能不能按时吃饭。本座全部会。你会洗菜？不会可以学。你会收拾厨房？不会可以学。那你会不会尊重我？江环，你永远是江环，你想掌勺，本座替你洗菜。但你的名字、选择和人生，都由你自己做主。这段话不错，加10分。10分能换什么？换一杯3届最大杯的芋泥波波。只换1杯。婚后每天1杯。当真？当真。那本座今日便再敬你1杯。敬什么？敬江环来到本座身边。敬霍林终于学会把心里话说出来。